巴菲特这辈子最邪门的一次预言，说中的不是哪只股票，而是一次震惊世界的灾难。2001年9月11号，2架飞机撞进纽约世贸中心，全世界都在哭、在喊、在发抖。可有一群人，第一反应不是恐惧，而是拿出计算器开始疯狂算账。他们就是保险公司的人，因为911造成的保险赔付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而当时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之一就捏在巴菲特手里。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上集说到，互联网泡沫崩了，老巴从人人嘲笑的老古董又变回了料事如神的奥马哈先知。可这口气还没来得及喘匀呢，新世纪就接连甩来3记重拳。第一记就是从天上砸下来的。那一天本来是巴菲特1年中最得意的日子之一，因为这场高尔夫球赛是他亲自发起一手张罗的，来的全是商界名流和他的老朋友。大家喝着咖啡，有说有笑，正准备精神抖擞的下场。可就在这时，会所里的电视突然插播了一个画面，飞机撞上了纽约地标世贸中心大楼。原本喧闹的会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僵在原地，死死盯着屏幕。要知道，在场不少人都有亲友和合作伙伴在那栋楼里上班。老巴强压着内心的恐惧，让球赛照常进行。他甚至还亲自开着小球车，挨个跑到球洞跟客人合影。这是他抗压的老习惯，先把所有情绪锁进抽屉，然后把该做的事儿冷静地一件件做完。可等他开始调查灾难的后果，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首先是在员工人身安全方面，值得庆幸的是，伯克希尔旗下公司那么多员工，在这次灾难中没有一个人遇难。可说起亏掉的银子，那就是另一个恐怖的故事了。几天之后，财务数据算出来，老巴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光是伯克希尔这一家公司，初步估算出的损失就高达23亿美元，这是他有史以来被单场灾难咬掉的最大一块肉，比以往任何一次飓风、地震都要多出好几倍。更头疼的是，这23亿里有整整17亿的窟窿都是同一家子公司捅出来的，就是他在3年前花200多亿买下的通用再保险，那个给保险公司上保险的公司。那问题来了，为啥他一家亏得这么惨呢？这就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保险这门生意的要害了。平时你别看他收的都是一笔笔小额保费，只进不出，看起来旱涝保收，岁月静好，可他真正的命门是那种几十年才碰上一次，一旦发生就要赔到破产的超级大灾。所以保险有条铁律，这种致命的系统性风险，你要么直接选择不去接它，要接就必须把保费留够，把风险余地给留足。可通用再保险的总经理偏偏把这条铁律抛到脑后了，接了一大堆高风险大单，保费却定得很便宜，前后累计已经亏损了80亿美元。巴菲特后来自己都承认，买通用再保险是他犯过最大的错误之一。可钱都花了，总不能扔了吧？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去收拾，严格审查。所以911这个雷，老巴其实早就闻到味儿了。就在袭击发生前的那个5月，他特意给手下总经理写信，命令他赶紧砍掉恐怖袭击险，千万别把保费集中在一个地标上。他甚至还点了名，说像世贸中心那种地方就是最危险的雷区。结果短短4个月后，飞机真的撞了上去。你说他是乌鸦嘴吗？还真不是。这就是顶级投资人对风险的触角，别人都是出了事儿才去想咋整，老巴是平时没事儿就在脑子里天天排练这个世界会发生的各种最坏结果。可话说回来，他再有先见也拦不住手下闯祸呀。这一次巴菲特是真的动了肝火，他做了一件几十年来都没有做过的事，亲手把自己的亲儿子公司按在地上公开处刑。他写了一封信，直接挂在伯克希尔的官网上，全球所有人都能点开看。在信里，他半点面子都没留，痛斥通用再保险的管理层，把做生意最底线的常识都丢了，犯了最低级、最不可饶恕的错。要知道，老巴护短是出了名的，以前子公司亏了钱，他总是在年报里替大家圆场。就只有这一次，他把这孩子钉在了商业耻辱柱上，让全世界看着。他要让所有人记住一件事儿，在他这儿亏钱可以原谅，但谁要是越过风险的底线，砸了公司招牌，那他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那么这场巨灾真的把巴菲特打趴下了吗？
恰恰相反，它反而把它推向了更高的位置。袭击之后，美国股市开启了紧急停盘，这是自大萧条以来美股关盘时间最长的一次。但在股市重新开盘的前夕，整个社会都慌了神，没有人知道明天会跌成什么样。在这种关键的节骨眼上，就特别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告诉大家一句别怕。而放眼全美国，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就是巴菲特了。于是他上了那档著名的电视节目60分钟，当时并排坐在他身边的是前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还有刚从通用电气退休的传奇老帅杰克韦尔奇。他对着全国观众放出了3句定心丸：第一，我一股股票都不会卖；第二，如果明天跌得够狠，我反而会开始大规模加仓；第三，我相信美国经济绝对能够硬扛过这一关。就这几句平平无奇的话，在当时的分量却重得吓人。果然，第二天一开盘，道指就暴跌了684点，创下当时单日最大跌幅。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大盘跌掉了超过14%，再次刷新历史最惨纪录。而事实也很快证明，股神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仅仅1个月后，美股就几乎收复了全部失地，1.38万亿美元的市值又涨回来了。不过，市场为啥1个月就能缓过来？这里头藏着一个值得多说一句的东西。当时为了不让整个金融市场垮掉，美联储把利率一路狂砍到历史新低，而且这个超低利率还硬生生维持了3年。这碗退烧药确实救了美股的急，可其实正是这碗连贯3年的廉价资金，悄悄吹起了一个更大的泡泡——房地产。那颗后来掀翻全世界的雷，引线恰恰是在这一刻被点着的。911之后，全世界都被吓破了胆，再也没有人敢碰恐怖袭击险了。可老爸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别人避之不及的巨灾生意交给了他手下最信任的大将阿吉特·贾银。别人不敢接的恐怖单子，贾银这家伙全部都敢接，但有一个绝不妥协的条件：保费必须高到离谱。他把洛克菲勒中心、克莱斯勒大厦、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还有北海上的巨型石油平台，连当年的盐湖城冬奥会以及世界杯的防恐怖袭击险全部都吃了下来。你品品这逻辑，大家越是吓得夺路而逃，敢逆着人流留下来的人，定价权反而越大。老爸就这么弯下腰，把满地的金子一块块装进了口袋。这也是这段故事带给我们的核心智慧。商业和投资上，真正的风险管理绝不是去保证灾难永远不会发生，你也防不住，而是认定它一定会来，然后提前把防守的余地给留好。对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管做什么事儿，手里永远得留点现金。平时看着可能是胆小，少赚了钱，可真到了天塌下来的那天，这点保守就是唯一能救你性命的安全气囊。闯过911这一关之后，巴菲特心里反倒冒出了一个新念头。他发现这场灾难给他最大的礼物其实和搞钱没关系，而是他攒下的声望终于大到可以为一些对的事儿说话了。那几年互联网泡沫吹起来之后，社会上多了一堆贪得无厌的富人，可偏偏还有各种政策一路给他们开绿灯，老爸早就看不下去了。而且这个档口，小布什政府还打算逐步废除遗产税。那些支持者还天天编故事煽情，说老农民辛苦了一辈子，去世后子女为了交税却不得不卖掉农场。老爸听到这个故事当场就冒火了，他直接在国会甩出了一组数据，每年死掉的230万美国人里，真正要交遗产税的其实不到5万人，连总人口的2%都不到，而这里面一半的税还是那最有钱的3000多个人交的。说白了，这税根本砸不到普通人头上，免除这税受益的全是顶级富豪。他还阴阳地说，美国财政现在都还背着赤字呢，政府居然还忙着给大富豪们减税，这简直就是伪善的最高境界。这些富豪花钱请说客，在议员耳边吹风，到头来减税造成的财政窟窿却要全部记在普通纳税人头上。老爸当时还说了句特别戳心的，他说能投胎在美国还带着颗会赚钱的脑子，本身就是中了大奖。赢够了的人该把梯子留给后面的人，而不是自己爬上去再一脚把梯子踹倒。也正是从这时候起，全世界都开始往奥马哈这座小城跑。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和詹姆斯遇到人生困境都会特意跑来问他，连谷歌那2位年轻创始人在公司上市前也专程飞来取经。渐渐的，人们排队来到这个小镇，图的早就不只是老爸有多会赚钱，
而在这个人人都想抄近道的时代，他是极少数真诚还肯讲实话、把账算干净的人。那说完了风光的，再说说这几年砸在他胸口上的第二记重拳。还记得那个带他进入美国权力中心的红颜知己凯瑟琳·格雷厄姆吗？2001年7月的太阳谷峰会，俩人还像往年那样见了面。84岁的凯瑟琳开着她最爱的小高尔夫球车，在山里到处溜达，还在牌桌上笑着跟老朋友们打招呼。可到了那天下午，她说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就独自开车回了公寓。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公寓门口的那几级台阶上，他脚下一滑，突然摔倒了，再也没能站起来。直升机连夜把他送进医院抢救，可情况还是急速恶化。当这个噩耗突然传来的时候，巴菲特整个人都懵了。凯瑟琳的儿子唐急切地希望他能够赶去医院陪一陪这位垂死的老友，可老爸怎么都迈不开腿。这个能搞定整个资本市场的男人，一碰到至亲的生死，就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小孩。最后还是他女儿苏西连劝带拽的才把他拉去医院。女儿在路上一遍遍对他说：“爸爸，你必须上啊，唐在楼上等你。”在重症监护室里，巴菲特和唐紧紧抱在一起，哭得说不出话。2天后，凯瑟琳还是走了。但你绝对想不到的是，就在挚友走后的第2天，他居然一个行程都没有取消，照常飞去佐治亚大学给商学院的学生讲课。那天他西装笔挺走上讲台，可声音有点沙哑。他没多寒暄，张口就把自己压箱底的2条人生忠告送给了这帮年轻人。第1条是关于如何去挑选工作的。他说，这辈子一定要选择去为你打心底佩服的人共事，千万别因为一份工作简历好看或者钱给的多，就硬着头皮去干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事儿。第2条是关于怎么投资的。想象一下，你这辈子手里只有1张卡，卡上总共只能打20个孔，你每做一笔大的投资，就必须在卡上打掉1个孔。等打完20个，你这辈子就再也不许出手了。规则听着是挺极端哈，可你一旦真的带入了这种思维，你的投资习惯就会彻底改变。你不会再手痒想去交易，绝对不会再盲目的追涨杀跌，更不会为了一个半懂不懂的机会就慌慌张张的开枪射击。而这种频繁买进卖出的行为，恰恰就是散户最大的败笔。老八想说的核心只有一句话：要逼自己把出手的次数压到极低，你才会只在最稳的那一枪上扣下扳机。可台上能侃侃而谈，不代表老八心里那道坎就真的迈过去了。在凯瑟琳葬礼上，巴菲特连上台致悼词都做不到，他怕自己一开口就泪崩了。最后，他只能和盖茨一起默默站在门口当个迎宾的人。又过了1周，在接听一通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电话时，这个70岁的老人突然情绪崩溃，在电话这头嚎啕大哭了起来。他后来反反复复地念叨：那天要是我一直陪他打牌，也许他就不会摔，也许他就不会走。而第3记重拳来的最憋屈，一边是全世界把老八当神一样供着，另一边他屁股下的可乐董事椅却要把他整个人烤糊了。这事儿得从可乐老帅戈伊苏艾塔说起，就是他一手把可口可乐捧成了全球第1招牌。可惜1997年他查出了肺癌，没几个月就走了。顶梁柱一倒，可乐就开始走下坡路，巴菲特这个董事也跟着不得安生。接班的新总裁让老八失望透顶，业绩差也就算了，偏偏欧洲还闹出了一个大事故，比利时和法国的一大堆孩子喝了可乐之后中毒住院。这种事儿本来是该第一时间去现场救火的，可这位新总裁人明明在法国，却屁股一拍，直接飞回了美国总部，把烂摊子全甩给当地员工，和罐装厂多年的交情也彻底闹翻。当公司高管问他下一步要怎么走时，他半天只憋出来一句：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老爸终于忍不下去了，于是1999年底，他联合另一位董事赫伯特·艾伦悄悄飞到了芝加哥，把这位 CEO 单独约出来，当面摊牌说：我们已经不再信任你了。4天后，这位兄台就主动辞了职。可换了帅也没换来太平，后面几任掌门一个比一个不省心。到了2003年，一颗更恐怖的深水炸弹又炸了。当时可乐有一款冰可乐线条汽水，急着推销给快餐巨头汉堡王，结果公司内部人突然举报，为了让汉堡王相信这款汽水能卖爆，可口可乐居然伪造了测试数据，而且举报信还顺便捅出公司的财务账目也有动手脚。消息一出，证监会、FBI 全来查了，
可乐的股价一路暴跌。而巴菲特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这种粉饰账目和伪造业绩的把戏。他说，这种行为就好比你从收音机里偷了5块钱，还安慰自己说没事儿，回头我就还了，可你永远都不会还的，下一次你就会偷10块钱。这里也顺嘴提醒大家一句，以后看财报的时候，如果发现一家公司每个季度的利润都非常听话，精准踩中华尔街的预测，那反而最可疑了。真实的生意哪会那么听话，那么整齐呢？但在这个过程中，最讽刺的是，老爸越是想把可乐治理得干干净净，他自己反倒成了被炮轰的靶子。最扎心的是，在一次董事会改选，有几个所谓的独立代理机构居然带头投票反对巴菲特连任董事，理由特别搞笑。他们说，伯克希尔旗下子公司每年要向可口可乐采购大笔产品，这说明巴菲特不够中立，不符合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定义。老爸差点没气笑。他说，我手里拿着可口可乐8%的股份，那可是几十亿美元啊！我会为了那点进货的小钱去坑我自己重仓的公司吗？这脑回路怕是被门夹了吧？可规矩就是规矩，最后唱票的时候，别的董事都拿到了96%的支持，唯独巴菲特就只有84%。一个为可口可乐操碎了心的大股东，反倒成了董事会里最不受欢迎的人。不过这种事儿对他来说还好。毕竟2001年到2004这几年，老爸已经扛过去了好多灾难。可偏偏这世界上有一种打击，是他拥有再多钱、再聪明的脑子也承受不住的。老爸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那个默默包容照顾了他一辈子，被身边所有人都叫做圣人的妻子苏珊，身体开始接二连三地亮起红灯，住院、贫血、食管溃疡，折磨一个接一个地朝他扑来。直到有一天，一个谁都不愿听到的词儿，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身上——癌症。这个能摆平整个华尔街的男人，生平第一次将感到束手无策，整个人都变了。我们下集接着聊。